堂姐为寻真爱，闹着要与摄政王退亲这日，我竟意外听见了摄政王的心声。我上一世到底是多眼瞎，竟会为了他而执念疯魔，还落了个凄凉惨死的下场，真是奇耻大辱。这一世，本王新仇旧恨一起报，干脆把这一家子蠢货提前弄死算了。不等他默念完，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堂姐夫，你娶我吧，求你了！我这一跪，全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谁也没想到我这个不受宠的糯包子三小姐会干出这般惊人之举。最先回过神来的是我的堂姐温嫣然，她冷笑一声瞥向我，眼神鄙夷又轻蔑。三妹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竟这般上赶着来跪捡我推掉的亲事。瞧你急的，连礼义廉耻都不要了。手指绞紧了裙摆，我垂下头，脸颊羞得通红，但内心却并无后悔。跟小命比起来，礼义廉耻算什么？这一大家子的人冷心冷肺，毫无亲情可言，我可不想跟他们一起死。想着，我微微抿唇，解释道：摄政王清朗俊逸，文武双全，是天底下顶好的男儿，妹妹自知配不上，只是这样好的夫婿，谁不想尽力争取一下呢？高座之上，摄政王楚荆州一言不发，幽深的眸子漫不经心落在了我身上，看不出喜怒，但内心却活动不少。稀了奇了，这有眼无珠的温家竟还有个眼没瞎的。温家三小姐叫什么来着？温许许。上一世她好像是嫁进了吏部尚书府，受尽折磨最后惨死的吧？怎么这辈子倒是聪明了？手指骤然收紧，我低垂着眸子，眼中涌起翻腾的冷意。呵，嫁给臭名昭著的吏部尚书，倒真是温家人能干出来的缺德事。毕竟对他们来说，亲情哪里比得上利益来的重要。我与摄政王婚约已退，三妹你若想争取，姐姐我也不拦着，只是摄政王愿不愿娶你，还得另说呢。温嫣然自然是有底气说这话的，她身为京都第一天之娇女，才貌双全，出身优渥，清冷孤傲的性子更是受尽了京中才子佳人的追捧与艳羡，连嗜血残暴、杀伐无情的京都活阎王摄政王楚荆州也对她赞赏有加，另眼相待，偏爱之心已是全城皆知的事情了。所以她今日才有这份底气，这份高傲，敢当众推摄政王的婚，敢说自己只嫁真爱之人。可我只是个父母早亡，小心翼翼才能活着的温家最没存在感的三小姐，若搁在往常，我是断断不敢贸然出头的。可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我要是继续留在温家，要么是作为炮灰被复仇的楚荆州连带着一起搞死，要么是作为垫脚石被自家人为了利益而害死。凭什么？我要活，我一定得抱紧楚荆州的大腿。但楚荆州却只是静静地盯着我，没有回应。我的心渐渐沉下去，一片发凉。晚安，我不会今天就要交代在这了吧？可以。我猛地抬头，眼神满是不可置信。别说我，就连温嫣然也震惊不已，定定地看着楚荆州。当真可以？怎么，温大小姐需要本王再重复一遍？楚荆州薄唇轻勾，眉目间带着令人胆寒的冷意。王爷可别是为了气嫣然而一时冲动。本王做什么，用得着跟你交代？楚荆州沉了语调，肃杀的眼神扫过他的脸，心中却在冷嗤。真当本王还跟上辈子一样眼瞎？上一世你们温家攀附太子，掏空国库，还构陷本王，将本王陷害入狱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这辈子妄想。我心中不由得大惊，太子温嫣然居然勾搭上太子吗？感情这位京都第一天之娇女，瞄的是将来母仪天下的后位啊！难怪她竟会有这般胆子，敢跟摄政王退亲了。而温嫣然显然是没想到，从前对她偏爱有加的摄政王会突然翻脸，咬了咬嘴唇，语调生硬的开口：“民女知罪。”楚荆州却没有看他一眼，绣金线的黑色靴子步步踏进，走到了我面前。当真愿意跟我？我抿了抿唇，郑重点头。瞧着倒是挺顺眼，娶了也好，有一个温家人留在身边，刚好方便行事。就是太瘦了，娇滴滴的，娶回去不会养死吧？罢了，左不过就是个摆设，娶回去当个侍妾便是，老实就养着，不老实就弄死算了。我听在耳里，脊背顿时一凉。楚荆州却淡淡然，继续道：“做侍妾也可以。”我咬紧了唇，点头。一个用来监视温家的傀儡，不配做王妃。我懂，如果说温家是狼窝的话，那么喜怒难测的楚荆州那里便是虎穴。但我没得选，反正做楚荆州的妾，也总好过嫁给那60岁的吏部尚书，被他活活玩死墙。侍妾跟妾其实还是不一样的，妾好歹有名分，是明媒正娶进门的，但侍妾就是个以色示人的小玩意儿，一顶小轿子，悄悄从后门抬进府里，就算是成了。摄政王府的房间里，小姐，我的丫鬟青鸾看着嬷嬷们给我穿上的薄纱衣，到底还是红了眼，小声的啜泣道：“您可是嫡女啊！”我笑着拍了拍青鸾的手，但这已经是我能嫁的最好归宿了，不是吗？温家共有4房子4，最有出息的就是温嫣然她爹。
我的大伯官居四品，是掌管国家钱财的户部侍郎。我爹排行老三，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商贩，士农工商，商人排在最底层，所以我们三房在整个温家很不受待见，一直得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活。前些年爹娘相继病逝，我更没了依靠，越发活得小心谨慎，只为求一个安稳度日。可结果呢，不还是要被当作工具，嫁给60多岁的糟老头子？所以我真的还不如给楚荆州当侍妾呢，起码他年轻又那样俊俏，还能保我的命。房门打开，楚荆州迈步进来，看到我这一身装扮后顿了顿，都下去吧。屋里转眼只剩下了我跟楚荆州，我的心莫名提到了嗓子眼。纵然方才说的淡定，但真到了这一步时，我还是慌的。抬头，下巴被抬起，望入一双幽深冷凝的眸。为何想要跟我？楚荆州声音清冷，隐约带着探究与杀意。心下一沉，楚荆州的试探到底是来了。京中人人皆知，楚荆州嗜血好杀，残暴不仁，动辄取人性命。我这回答若稍有不慎，可能命就没了。一来是真心爱慕你，二来是想为自己求一条生路。我不敢撒谎，却也不敢完全说实话，只能半真半假地说，我的丫鬟打听到，爷爷准备将我嫁给60多岁的吏部尚书，我不愿，所以我的话说不下去了，因为楚荆州似乎根本就没在听我说什么，幽深的眸子一直盯着我的唇，而后拇指向上，突然轻轻抚上我的唇瓣，然后用力摩挲。没吐口汁吗？天生的红，还挺软的。我没忍住，疼得闷哼一声。楚荆州的眸色顿时一暗，唇角猛地勾起，一把将我拽起。该怎么伺候，嬷嬷教了吧，证明给我看。想留在我身边，你能做到何种地步？身体一颤，我咬了咬嘴唇，心中默念：伺候到位，长命百岁。而后小心翼翼地踮起脚，轻轻吻上他的喉结。嬷嬷教了，但我不太会。王爷，是这样吗？我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，身体已经腾空，被丢到了床上。顶着这般无辜纯良的眼睛说不会，这叫不会，我看分明会得很。心声落下，我身上的薄薄纱衣也在下一瞬被强势扯碎。情动不已时，实在没忍住，唤了一声：王爷，清闲。情潮在一瞬间戛然而止，楚荆州的动作猛然停下了，然后下一刻，我只觉得身体一空，腰上一疼，转眼竟已被踢下床榻。王爷，我急忙跪好身体，不知发生了什么。楚荆州的脸色亦是难看到了极点，眸色幽深如墨，嗓音仍旧阴哑，却透着阴翳。今夜跪起4个字，简单明了，却让我茫然一愣。跪寝，侍妾如果当夜没能讨得主家欢心，没能上床侍寝，那就只能罚跪在床边，整宿候寝。就因为我唤了一声王爷，让他倾歇，这人真是比府上的狗都难讨好，喜怒难辨，真难伺候。难伺候也得伺候，侍妾不受宠，便比下人还低贱。我不知道那句王爷倾歇到底是犯了多大的错误，但我却知道，我若没能博得楚荆州的欢心与偏爱，他灭温家的时候照样会灭我。那死在摄政王府和死在温家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难不成我是挪坟有瘾吗？于是我只好咬咬牙，主动求了教导嬷嬷，跟他偷偷要了好几本闺房小话本，面红耳赤的闷在房中恶补了一天。放下书，我捂住红炸了的脸。虽然我昨夜惹了楚荆州不悦，但摄政王府目前除了我，并没有其他的妃妾，所以晚上我还是有资格上桌的。这便是我翻身的机会，假意为他添汤，弄脏他的衣服，然后娇滴滴倒进他怀中。脑中回想了一遍话本中的勾引之法，我吸了口气，壮士赴死一般的猛地站起身来。王爷，正给他盛汤的侍女浑身一抖：王爷饶命，奴婢不敢了。衣着妩媚，身携异香，妄图勾引本王，拖出去，鞭打致死。而后锐利地看向我：你方才要说什么？被拖出去的侍女惨叫连连，我吓得汗毛倒竖，结结巴巴道：王爷要尝尝妾身做的桂花糕吗？吃些甜点，刚好给王爷解解烦。他倒是挺带眼力见，知道本王烦得没了胃口。纵然眉头依然蹙着，但竟也当真尝了口我的桂花糕。小丫头瞧着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手艺倒不错，就是这糕点噎人，有些……王爷，茶。一杯倒好的清茶及时送上。我看着楚荆州眼底越发清晰的满意，突然间就觉得自己有活路了。既然侍寝不行，那我不如就发挥自己能听见他心声的优势，做他的侍女，无微不至的伺候他，让整个摄政王府都不可能再找到一个比我还懂怎么伺候他的人。让他离开我就不行。王爷，墨已经磨好了，给您比。王爷，今儿您是想穿这件墨色外袍吧？显得您格外威武挺拔呢。王爷，鱼刺给您挑好了。王爷，王爷。毛笔猛地拍到宣纸之上。上一个敢揣摩本王心思，妄图讨好本王的侍女，尸体至今还在乱葬岗喂狼。你再敢聒噪一句，本王撕了你的嘴！我缩起肩膀，默默闭上了嘴，内心却扁唇道：骗人！
这半个多月我伺候的可优秀了，你明明就满意的要死。王爷练了一上午的字，想必也累了，用些清茶吧。滚！是，妾身这就滚去给王爷拿茶点。说完，刚迈出一步，抬头却见书房门口不知何时站了个人，一身黑色绣金蟒服，正似笑非笑地盯着我们。楚荆州皱起眉，来了怎么不通报？那人却并不回应。皇叔，我的心间猛地一颤，当即知道了这人的身份，太子楚玉，楚荆州这辈子要复仇的对象。我去小厨房端了茶点，重新回来时，楚荆州已慵懒地向后靠上椅背，悠悠看着太子，嘴唇噙着清冷笑意。太子说的是，本王毕竟掌管着10万禁军，3日后圣上的寿宴，自当做好守卫防护，尽职尽责。寿宴，鸿门宴吧。上辈子本王派兵守卫，结果你转头就在宴会上遭人行刺，温嫣然舍身相救，替你挡了一刀。你们2人荣获圣上赐婚，皆大欢喜，本王却落了个护卫不力的罪，被你夺了禁军管理权，怎么不美死你俩呢？楚荆州突然抬眸看向我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。我记得你的堂哥温长卿是禁军的12统领之一吧？我一愣，温长卿，温嫣然他哥，那个酒囊饭袋的色胚。是。虽然你堂姐温嫣然胆大包天，敢跟本王退婚，但好歹你也跟了本王，你的家人本王应该不计前嫌，多照放一下的。本次陛下寿宴，本王就提拔温长卿，让他做禁军总领，你觉得如何？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楚荆州收我做侍妾的目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楚荆州明知道是坑还要答应太子，但不重要。堂哥文武双全，智慧过人，定能帮王爷分忧。哼，人是又聒噪又蠢，眼力见倒是不错。楚荆州勾唇笑笑，本王这般安排，太子可满意？太子的神情顿了顿，二人四目相对间，已然杀机暗涌。一切全听皇叔安排。话落，却又突然移眸看向我。侄儿倒不知，皇叔府中竟有一位这般绝色的侍妾，着实有趣。如此知情知趣，还能为皇叔分忧，难怪皇叔如此怎么样？太子没有说完，反倒话锋一转，侄儿瞧着也着实喜欢，不知皇叔可否割爱，将他送与侄儿玩2天。太子悠然挑眉，神态随性。当然，若皇叔实在不舍得的话，区区侍女，太子想要送你便是，没什么舍不得的。哼，可笑，试探本王的软肋，你也配？真当本王还跟上辈子一样会折在女人身上？做梦！不就是个侍妾吗？有什么可舍不得的？我的手指猛然一麻，拳头紧紧攥着，抬眸看向楚荆州。楚荆州的眼底闪过一丝暗色，但随即又恢复成了深深的凉薄。那侄儿就多谢皇叔割爱了。楚玉笑了笑，神情莫变。不过倒也不急，3日后宫宴，皇叔将他带给我便是。我回到自己的小院时，青鸾正在树下捡桂花，见我进来，立即愁眉苦脸道：“小姐，您当首饰的钱已经没了，咱没钱再买面粉做桂花糕了。已经连续给王爷送了这么些天了，这冷不丁一断，可怎么？”无妨。我木兰摇摇头，没钱便不送了。啊？不送了？不讨好王爷了吗？我抿唇，没有回答，只仰头看着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累了，毁灭吧。送给太子2天，再回来我还有活路。为什么温嫣然想做太子妃，连累的却是我啊？有些人野心勃勃，想活着绚烂高傲，却不知道有些人连活着都很艰难了，还要被他连带被楚荆州报复。罢了，既然命运躲不过，我倒不如先苟着，讨好一下太子吧，能活1天是1天。想来楚荆州报仇，搞死温家很简单，搞死太子应该没那么容易吧？毕竟是未来储君，他的亲侄子呢。青鸾，把我之前收起来的闺房画本都拿出来吧，他们要重新见见光了。希望太子能比楚荆州好伺候一些。我不知道太子为何没有当天将我带走，偏偏还要将我留在王府几日，我的身份变得极度尴尬。再伺候楚荆州已然不合适，但不去好像也不太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一个区区侍妾，他又不在意，不去了。我转头倒回床铺，继续翻着我的闺房小画本，然后哀愁的2天没睡好，眼底一片乌青。太夸张了吧？有这么舒服吗？我无精打采地趴在床上翻着书页，盯着那几行描述，眉心紧蹙，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那晚搂紧楚荆州时的触感。我停顿了一下，读不下去了，
浑身猛地一颤，我如遭雷击似的顿住，缓缓回头，就见一身黑色静衣的楚荆州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床边，我脸都吓白了，急忙翻身起来。王爷，跪在床上，满脑门的问号。他啥时候来的啊？听了多少了？继续读。楚荆州似乎心情不悦，嗓音透着股低沉。桂花糕不送了，茶也不泡了，2天没来就窝在房里看画本子。我顿时气也，都要把我送人了，还压榨我。肚子却更先炸响了清晰的一声咕噜，我的脸顿时更红了，小心翼翼地抬头偷偷瞄了眼楚荆州。楚荆州烦了似的皱了皱眉，面无表情地将我从床上拽了下来。看本王能看饱？说着，他的视线扫过空荡荡连盘点心都没有的桌面，连点吃的都没有。侍妾没有月俸，只能靠赏赐。我从娘家带来的首饰，之前都用来买桂花糕的材料了。楚荆州的神情猛地一顿，似乎才想起来他好像从来没给过我赏赐似的，眼底闪过一丝暗色。来人！楚荆州径自在桌边坐下。吃。我低头摸了摸鼻尖，眼下眼底的情绪，老老实实坐下，拿起筷子开始吃饭。楚荆州悠然喝了口凉茶，眸光悠悠地盯着我，渐渐把我盯得都发毛了。正要开口问他是不是也想吃，白皙修长的手指却突然出现在眼前。楚荆州伸出手，轻轻捏住了我鼓囊囊的双颊。这腮帮子里到底是能藏多少东西？属鼠的吗？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下意识将嘴里的桂花糕硬吞了下去。楚荆州眸色莫名晦暗。吃饱了？我茫然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，然后下一刻身体骤然腾空，我惊呼出声，搂紧了楚荆州的脖颈，满眼惊慌。王爷，明日便是宫宴了，妾身要……闭嘴！再出声叫一句，就丢你去喂狼。楚荆州这晚折腾得格外狠，我咬紧了嘴唇，才能保证不叫出声。一直到最后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失去的知觉，只知道第2日入宫被验身时，连见多识广的验身嬷嬷看我的眼神都变得怪异了起来，只把我看得脸颊发烫，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才好。同样是嫡出的小姐，一个是天之娇女，今夜特请来给陛下献舞祝寿；一个便是低贱如泥，勾着男人耍狐媚，谋上位，下贱的紧。嬷嬷在背后毫不掩饰的嘀咕，我却听得不由得紧张起来。温嫣然献舞祝寿，那不就是太子遇刺的时候吗？不知道楚荆州有什么打算，他准备怎么应对？我正在寿宴上给太子倒酒呢，被这么一拉，刚刚好跌落在太子的怀中，坐在了他的腿上。太子却完全不在意似的，胳膊搂紧了我，不许我从他怀里起来，视线悠悠然瞥过对面的位置，薄唇勾起。未顾。我茫然眨了眨眼，冷不丁却感受到一股阴郁杀意的注视从对面传来。温许许，你想死了是吧？我下意识的浑身一颤，偏头抬眸看去，丝竹声却刚好响起，戴着面纱的温嫣然与舞女们款款入场，挡住了我的视线。与此同时，我也看到了身穿甲胄站在殿外的温长青，他同样看到了我，但眼神中溢着高高在上的不屑与鄙夷，用口型跟我说：等死吧，贱人！我的拳头顿时收紧。温家一切以利益为上，温长青是温家的嫡长子、长孙，我后来被嫁给吏部尚书做小妾，也是为了给他的仕途铺路。如今我自甘堕落，自荐枕席做楚荆州的侍妾，与其留着我继续给温家丢人，他们倒宁可我直接去死。我咬了咬唇，心下有些决然，要不我替太子挡刀吧，到时候皇上封赏，我不要赐婚，只要一个能光明正大离开京都的机会，应该能行吧？你在勾引我，难怪会勾得皇叔对你这般例外。不过没关系，今日我不光要当着他的面玩他的女人，更要抢回原本就属于我的权利。来人，护驾，有刺客！黑衣刺客从天而降，楚荆州阴翳的声音在大殿响起，剑光闪过，场面顿时一片混乱，刀剑相接。刺客渐渐落了下风，远瞧着敌不过，他干脆当即调转方向，理着受伤的胳膊过窗而逃。太子与温嫣然隔着人群对视一眼，两人眼底皆是震惊，显然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同样也很茫然。就这，楚荆州，你重生回来一趟，就这？刺客逃了又怎样？护卫不利的罪责还是在你身上啊！你的10万过军，不还是要被太子夺走？夜色渐深，满皇宫都是举着火把抓刺客的光影，我愣愣地盯着桌上的一盘葡萄发呆，却没想到这次客居然真的抓到了。回陛下，刺客已在东宫被抓获。另外，楚荆州顿了顿，将一个扎满了银针的娃娃和一件龙袍丢在了地上。这是在太王宫中搜出来的，娃娃身上的生辰八字是陛下您的。一时间，整个大殿的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为当今圣上年仅35，其实正值壮年。5年前不知怎地突发恶疾，
一病不起。偏偏当时太子又羽翼未丰，难当大统，圣上便封了楚荆州这个皇帝为摄政王，命他暂管国事，全力辅佐太子。如今5年下来，圣上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，说不准哪天真就病天了。太子继位指日可待。可现在毕竟圣上还没死呢，从太子房中搜出这个，简直就是大逆，等同于谋反。心头剧颤，我定定地看着楚荆州泛着冷意的侧脸，终于明白了他的企图。不管前世还是今生，楚荆州都没想过要当皇帝，只想安心做好辅佐的摄政王。既然楚玉信不过他这个皇叔，那他便换了这个太子，换了这位未来的皇帝。父皇，儿臣没有啊，父皇。太子脸色惨白，仓皇跪地辩解。龙椅之上的皇帝脸色同样苍白，病态般的咳嗽一声，似乎累极了似的，却仍然暴怒着将手边的茶杯砸向了太子。孽子，你就这般等不及盼着朕归天是吗？胸膛剧烈起伏，皇帝咬牙缓了好几口气，但废太子这话却一直没说出来，在开口时却只是2句：给我滚回你的东宫闭门思过，非诏不得出。摄政王护驾有功，当有重赏，但皇城护卫到底是出了纰漏，负责本次安访的禁军统领，重杖30。我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重杖30，温长卿怕是要死在刑台上了。陛下，太子这等大逆不道！底下有大臣开了口，似乎是想谏言，可皇帝却摆了摆手，打断了他。都退下吧，朕罚了。我的心咯噔一声，能理解，毕竟陛下皇子不多，10日眼瞅着也不多了，废黜太子，重新扶持的话，着实太麻烦也太耗时。太子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废的，可如今这一退，我可就是生死未卜了。太子今日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岂不是？温许许，楚荆州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幽深晦暗的眸子扫过我。过来。皇叔这是何意？太子抬起头，咬着牙，眼底翻涌着阴恨。不是说好了送给侄儿玩2天吗？怎么出尔反尔？楚荆州垂眸，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，指了指大殿偏角的日晷。亥时已过，第2天了。我与太子皆是一愣，随即我想起了太子那日说的将他送与侄子，晚2天。哦，这么个2天啊！马车晃晃悠悠，最终停在了摄政王府。车夫咽了下口水，凑在车边小声道：“王爷，到了。”滚！车夫吓得连忙退下，我则被楚荆州抵在车厢壁上，放肆啃咬着唇。纵然我已侍寝过2次，但这却是他第1次吻我，这般带着怒气，密不透风，亲吻间隙，楚荆州咬着我的下唇，语调阴翳：“方才宴席之上，太子当真没吻上你？”我疼的眼泪都出来了。真没有。楚荆州却没有半点缓和，反倒是用力掐紧了我的腰。别以为本王不知道，离府前那2日，看那么多闺房画本，是做了讨好太子的准备吧？你倒是懂得随遇而安，随机应变。想来之前那般细致的讨好本王，也是没几分真心，演戏成分居多。行，学那么多画本册子是吧？今儿实践不完，别下马车。我生楚荆州的气了，他杀了我也哄不好的那种生气。我那晚差点真死在马车里，被他抱下车时人都是晕过去的，回来足足高烧了3天，床都下不了，甚至康复之后，楚荆州一碰我，我都下意识的浑身一抖。楚荆州冷着脸，默默将手收回，没再碰我，轻轻抬了抬下巴，示意我将碗中的参汤喝干净。我苦着脸拿起来，刚要喝，看来那日果真是把他吓着了。都几天了，没给我泡过1回茶，送过1回茶点，还不让碰。本王若是主动开口索要，会不会有些跌份？可恶，该死的小侍妾，本王不就是过分了2次吗？那也是你虚假真心，哄骗本王在先，如今竟还拿脚起来了。参汤卡喉，我险些咳嗽出声。门外突然有人通报：王爷，旭姑娘的娘家来了拜帖，说是10日后请您2位过府一叙，共度中秋佳节。楚荆州的眉头骤然一皱，我以为是有什么阴谋，结果却是……这是什么别扭称呼？连个名分没有，真难听。我满头问号，您老是忘了当初怎么拿我做的侍妾了？压根就没想给过我名分吧？那现在又是在不满什么呢？哦对了，小厮方才说什么中秋宴？上辈子温家请我，明明是3个月后的温家老太爷寿宴吧？本王被人算计，中了情药，迎面撞上了已经是太子妃的温嫣然。她事迹救我，却被当众撞见，自此被太子怀疑了清白，受尽苛待。本王也因为愧疚与怜惜，对她百般照拂，有求必应。到最后，情根深重，执念疯魔，却不知这原本就是他和太子做下的美人计。我为他出生入死，剿匪灭寇，
结果却是尽数全给太子做了嫁衣。这辈子时间怎么突然提前了这么多？看来是没嫁成太子，狗急跳墙，另作阴谋了吧？困兽之斗，愚不可及。好，既然你们上赶着找死，本王就成全你们。我的瞳孔不禁有些放大，我就说啊，上辈子楚荆州跟温嫣然退了婚，按理说应该不会再有交集，怎么还能对他执念疯魔呢？感情是婚后，刺激了。说来也是可笑，我一个侍妾出阁，嫁妆没有，婚礼没有，回门没有，温家就跟从没有过我这个三小姐似的。如今倒是热热闹闹，就好像没我回来就过不了这个团圆节一样。温嫣然的视线在我脸上晃过，想来三妹这些日子过得不错，瞧着气色都好了许多呢。但眼底的不悦却清晰不加掩饰。大伯的脸色也很不好看，毕竟温长青受了杖刑，2条腿都废了，至今还在床上哼哼唧唧的。这团圆节压根也没团圆到哪里去。是呢，三姐姐抱着都有肉了。四叔家那年仅8岁的小堂弟搂着我的腰，三姐姐，我想吃你做的桂花糕了。小孩子，撒手，你倒抱得顺畅。好，三姐姐给你做。好，你都几日没给本王做了？三姐姐，小堂弟突然怯懦地看了温嫣然一眼，被台词似的小声道：“我今晚能跟你睡吗？”楚荆州的眉头霎时一皱，小孩子，你没完了！小堂弟被他的脸色吓了一跳，扁了扁唇，眼泪已经出来了。三姐夫，你好凶！我急忙捂住他的嘴，可不敢乱叫啊！我只是个侍妾，他哪能叫姐夫？而果然，听完这一声姐夫，楚荆州的脸色越发难看了。饭后的空档，大伯温良坤将我叫到了书房，推了张不常见的1000两银票给我。许许啊，你一个侍妾在摄政王府上应该没什么月俸，这笔钱你拿着，做个傍身。我有些诧异的微微挑眉，哟，这么大方！大伯也没打算拐弯抹角，笃定了我定然抵抗不了这张银票的诱惑似的，紧接着便道：“你堂姐本该就是摄政王妃的，你作为妹妹抢她的夫婿，着实不该。这样吧，你今夜莫要侍寝了，给你堂姐留个机会，她入了王府做摄政王妃，自会想法子将你送回来。总归你跟了摄政王也没有名分，到时候悄悄用轿子抬回来便是。大伯给你安排了更好的婚事。”一瞬间，我恍然大悟，感情小堂弟闹着要跟我睡，是得了大伯和堂姐的授意啊，这是非要把我最后一点价值利用完才行，是吧？我就不信他想不到，一个已经没了清白的侍妾再嫁人，会有什么下场。也是，我死不死，哪比得上他女儿的前途重要？大伯哪儿的话？我笑着收起那张着实喜人的大额银票，这是许许应该做的。有小堂弟在，我定是不能跟楚荆州睡一间房的，便带着他住进了主房里的小暖阁。楚荆州骂骂咧咧的心声从晚起就没停过，吵得我睡不着，一直到4时，却突然被嫣然大半夜来敲本王的房门送汤，汤里果然下了药，看来是攀不上太子，准备回头勾引本王了。哟，居然主动先喝了一口，看来是真下定决心了啊！我顿时就不困了，猛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暖阁其实就在主卧房内，只是用一扇门隔成了2间，房门悄悄开了个缝，我便彻底听清了2人的对话。王爷，臣女已经喝过，没毒，王爷可放心喝这碗安神汤了。放心，有你在，本王放哪门子的心？楚荆州心中冷笑，却又突然间一顿。对啊，本王为什么不喝呢？我震惊不已地瞪大了眼睛，果不其然，就看到楚荆州单手拿起那汤碗，仰头一饮而尽。不是明知有药也喝吗？温嫣然明显松了口气似的，双目含情。王爷，你当真就不喜欢嫣然了吗？嫣然不信。王爷明明从前就那般宠爱嫣然，怎么会这么短的时间就瞧上三妹妹了呢？您是在气我的，对吗？药效似乎是有些发作，温嫣然的眼神逐渐迷离。王爷，其实嫣然真的后悔与您退婚了，您就再原谅嫣然的任性一回，好吗？说完，身体软软的向楚荆州怀里倒去，还请王爷对嫣然倾斜，怜惜怜惜嫣然。楚荆州却猛地向后撤了一步，嫌恶似的皱眉看着他摔倒在地。暗卫。温嫣然脸色一变，你明明没带护卫的，怎么会？一道黑影很快出现在房中，恭恭敬敬地站在楚荆州面前。楚荆州厌恶地对着温嫣然抬了抬下巴，拿着本王的对牌去请宫里的太医来，好好验验桌上这碗汤，叫府兵围了温府，喊醒温府所有人，告诉他们温家大小姐深夜端着汤药，素意攀附本王，行事有失端庄礼法，让所有人看清平日骄静自持的温嫣然行事这般不顾颜面分寸。温嫣然脸色惨白，不能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会毁了我的。
州勾唇冷笑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。天之娇女，你害怕的太早了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凭什么？你明明喜欢我的！温嫣然疯狂地大叫起来，却还是被暗卫拖出了门去。我哪里比不上温依依那个贱人？你为何碰她不碰我啊？房门关上，楚荆州扯了扯衣襟，绷紧了下颌线，终于发出一声压抑的喘息，而后转身朝着暖阁走来。我的心咯噔一声，突然就有了种不祥的预感。许许，小孩子自己在暖阁睡不会有事，你先来外室照顾照顾本王。这药太烈了，你来帮帮本王，可好？许许，许许，本王堂堂摄政王，想亲近自己的女人，还得憋着心眼找法子，当真是憋屈。这天晚上，我终于知道当初我那句王爷倾斜到底是错在哪儿了。感情是温嫣然说过啊，不过也不重要了，因为她现在已经成了京中人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从前天之娇女有多清高桀骜，如今就有多么讽刺嘲笑。温家大房，长子温长卿双腿已废，长女温嫣然名声已毁，接下来的便是大伯喽。王爷，我懒懒地靠在楚荆州胸膛，抬眸望着他。京城已经开始流通千两的银票了吗？流通谈不上，毕竟京都人民再富水，也用不了这么大额的银票。一般这种银票大多只用于皇族贵胄、户部拨款、国库储存。怎么了？我扁扁唇，从枕头下将银票拿出来，眨了眨眼睛。大伯如今身份地位当真是高了，居然也有呢。什么？楚荆州拿走了那张银票，但却没什么动作，反而像是在等什么似的。就连太子被解了禁足，放了出来，也仍旧按兵不动。花花草草有什么可伺候的？本王没茶了，瞧不见。楚荆州怨念的心声在身后响起，我就全当听不见，安安心心伺候我种的花草。倒也不是我就不怕死了，而是温许许，你这侍妾怎么做的？楚荆州猛地将毛笔丢回砚台，神情十分不悦，周身那股令人心惊的骇人气场，吓得门口的丫鬟都跪了下去。连服侍本王都做不好，你好歹……所以王爷是又要将妾身送人吗？还是说王爷又想罚妾身整夜跪寝？妾身但凭处置，这就回去收拾行囊，绝不碍王爷的眼。唉，好端端的怎的又哭了？本王何时说要将你送人了？本王只是想让你对本王用些心。罢了，侍弄你的花草吧。站在我身侧的青鸾没忍住，悄悄捂嘴笑了起来。小姐，您现在可是熟门熟路了。嗨，无他，能听见先生罢了。半个月后，京城周边的村子骤然爆发了蝗灾，庄稼颗粒无收，民不聊生。圣上下旨打开国库，拨款赈灾。而开国库的前一天晚上，楚荆州部下的禁军却在东宫与温府的后门各截住了一辆可疑的马车，马车之上竟全是大额的银票，加起来足足有上千万两。圣上大怒，下令当场开库，国库之内银钱果真少了1/3。太子勾结户部侍郎中饱私囊一事，证据确凿，温家满门尽数被发配下狱，严刑拷打，务必要撬出温家这些年贪下的每一笔钱。太子自称毫不知情，但为了弥补过失之罪，自请前往灾区赈灾剿匪。楚荆州听了，却是冷笑不已。太子这是自寻死路。上辈子，本王被温嫣然唆使，扛下了私吞国库的罪名，保住了温家，又千里率兵赈灾剿匪，被山贼连砍7刀，险些丧命，在府中昏迷了足足7天。醒来后却发现，这些功劳却都成了太子的，本王却落了个不体恤民情、闭府不出的骂名。这辈子，我倒要看看太子怎么囫囵个的从土匪窝里出来。但凡少条胳膊少条腿，这储君之位，他便从此无缘了。温家全府被流放时，我特地去看了，一群人灰头土脸的，狼狈至极。呸！你什么天之娇女，花着百姓的钱往脸上贴金，恶心！这话什么呀？这就不刷咬巴了？就是什么清高桀骜的第一才女，不守妇道，打她！温嫣然咬紧了牙关，嘴唇已然咬出了鲜血，一个抬头，却刚好与我对视。难怪太子说我已经没有了掌控楚荆州的价值。他说楚荆州心里有了别人，原来竟真的是因为你呀！温许许，你真以为你就能笑到最后吗？说完，温嫣然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一支利箭射穿了他的胸膛，直逼向我。身体重重倒下的那瞬间，我听到了楚荆州撕心裂肺的叫喊：温许许！好消息，我没死。太子出京前安排的那件事，并没伤及到我性命。更好的消息，太子去赈灾时被土匪重伤，没了2条腿。圣上急得吐了口黑血，昏迷了好几天。醒来后，默默地下了废黜太子，改立新储君的圣旨。楚荆州仍是摄政王，但有一个坏消息，我一觉醒来，
听不到楚荆州的心声了，这简直比中箭还让我惊恐。如果我听不到的话，那我怎么再判断楚荆州的喜怒哀乐？又怎么还敢拿桥托大，安心苟活？尤其是我醒来这些天，楚荆州的脸色一直很难看，话也不怎么说。我尝试了几次猜测他的心思，都以失败告终。最后楚荆州都烦了，恶狠狠地警告我：再聒噪，扒了你的皮！我觉得我可能要死了。我可没有那个狂妄自信，觉得自己能在听不见楚荆州心声的情况下，还能这么精准地拿捏他的心思。青鸾，咱们跑吧！说干就干，我连夜收拾了细软包袱，打包了这些日子楚荆州赐我的所有首饰，准备跑路。可谁能想到，房门打开，沐浴着月光站在院中，周身阴沉如杀神的那人，不是楚荆州，又是谁？楚荆州迈着步子，缓缓朝我走来，嗓音是从未有过的低沉。想跑去哪儿？妾身。温许许，本王最近是不是太纵着你了？谁给你胆子敢离开本王的？我能怎么说？总不能说我听不见你的心声了，不知道怎么讨好你了，实在怕死，所以想跑吧。不知道怎么说，干脆就不说了。我破罐破摔似的垂下头，死就死吧，累了，毁灭吧。楚荆州亦是久久的沉默，将我禁锢身前不松手，半晌，突然认输了似的叹了口气，一把将我拥入了怀中。说句实话，能难死你，非逼着本王主动哄你。本王知道没有哪个女子愿意做没名分的事情，也知道从前将你送给太子时伤了你的心。那时本王只是真的以为你对本王不重要，也不想轻易被太子猜测出软肋。谁知道你走后，本王才是最不适应的那个，满脑子里都是你，连你在太子身边待一天都忍不了。那日看到你中箭，本王差点……楚荆州顿了顿，别扭道：过往的那些错，本王改就是了。改日我便三媒六聘，迎你做王妃，断不会再将你送人。你初夜我让你跪了一夜，今夜我便跪回来，跪到你安心为止，行吗？我真的越听越愣，一瞬间有点分不清，这么多的话，究竟是楚荆州的心声，还是他当真说出来了？温许许，行不行的，你也不许走了。当初你求着本王要你，本王要了，这辈子都不能反悔了。若早知道本王有朝一日会被你拿得死死的，当初就该……楚荆州没有再说完，单手钳制住我的下巴，我听见了他的喟叹：本王这辈子竟然又折在女人手里了。我突然觉得，好像不用心声，我也能听懂楚荆州的心了。